欢迎来到女明星新闻渠道，点击订阅频道，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赵丽颖杀青演讲曝光，泪洒现场，感言情真意切，全场动容。有匪这部总历时将近8个月的电视剧让赵丽颖在有匪杀青现场演讲的视频曝光。虽然只有片段，但是可以看出赵丽颖对于工作的认真和投入。当时颖宝还穿着厚厚的剧服，手里拿着麦克风，照在白色的假山前面，所有剧组人员围在她面前。粉丝们几乎没有见到这么会讲话的赵丽颖呢。视频中，颖宝的第一句话就是“大家辛苦了”，然后鼓励每个人说“我们是最棒的”。赵丽颖边说边跟所有人鞠躬感谢，一边重复着“辛苦了”。说话的时候，赵丽颖没有控制住情绪，眼泪止不住流下来，拿着手里的纸巾不断擦拭。这个小小的动作可以看出她对这部电视剧的重视程度。后来赵丽颖试图恢复情绪，呐喊道：“辛苦了，江湖再见！”声音掷地有声，充满了不舍的。视频中可以听见有人回答：“老大辛苦了。”现场响起了持久的掌声。确实，这部小说改编的作品出来的太艰难了。在接下这个任务的时候，赵丽颖曾经遭遇了很多粉丝的反对，表示了很多的担心。但是赵丽颖团队经过反复思考，综合自身发展的态势，还是决定拿下。这是她的决定，我们要做的就是支持。现在看到她这么动容，想必其中艰辛也只有颖宝本人知晓了。一般来说，演员都是拍摄前1、2部戏的时候会感动流泪，因为经历特殊，比较劳累，感慨颇多，所以情绪饱满。但是赵丽颖作为一个从业多年的老演员，也哭得像新人一样，足以见得她对作品的珍视，以及跟她合作的人的尊重。在天气非常炎热的那几天，有匪的群演就爆料，赵丽颖请全剧组的工作人员喝饮料，大家没有跟这个大方的赵小刀客气，合力把旁边的整个小卖部都搬空了。可能这点钱对于颖宝来说不会特别多，但这份心意真的不是所有一线演员能够做到的。用心照料到身边的每个工作人员，赵丽颖一直都保持这个职业习惯，也是她性格所使。当时在评论区更有粉丝爆料，除了请喝饮料，赵丽颖隔3差5会邀大家改善伙食，请吃饭。很多人都非常羡慕跟赵丽颖共事的人，直言要怎么样才能有机会在她身边做点事呢？当初赵丽颖也是从一个个小小的角色开始，在演艺圈打磨演技，作为小角色演员的辛苦，她其实非常清楚。在赵丽颖还在演丫鬟的时候，她曾经被导演嫌弃，怎么不懂得演戏？颖宝没有气馁，她用自己的努力和行动证明了自己可以做到很好。最夸张的一次，一个导演当着所有人的面说赵丽颖像猪头，这已经涉及人格侮辱的行为了。可是能怎么办呢？她没有资格辩驳，也不敢反抗。随着演技的加强，从群演到配角，从主演到1号女演员，16年来赵丽颖用踏实的脚步，获得了无数观众的喜爱。如今已经是高流量的实力派演员，内心却依旧保持着初心，明白很多人的不容易，所以才会对身边的人这么友善。有一句话说得好，始于颜值，陷于才华，忠于人品。我想用来形容粉丝对赵丽颖的感觉再适合不过了。曾经有段时间，我们经常看到某些大牌演员现场耍横，各种无理要求，总要显示自己的与众不同以及特别高的地位，对着别人蛮横无理。但真正有修养的大师级演员，绝对是发自内心的那种礼貌。娱乐圈常青树刘德华被誉为最勤奋的艺人，每次有活动或者拍戏，他总是提前半小时到达现场，熟悉工作环境，和每个同事打招呼。华仔之所以会被大家敬佩，除了作品常年高品质输出，
更加让人喜欢的是他做人的方式。张国荣是娱乐圈公认的好哥哥，无论是新演员也好，大明星也罢，他都是一视同仁。对于身边的人尽量呵护，一生都没有给别人添麻烦，而且还经常帮助别人。哥哥在演戏、唱歌方面都是娱乐圈的翘楚，是偶像的偶像，而他能够做到这点，是因为他一生的坚持。还有快乐大本营的何炅老师，是圈内难得找不到黑点的男明星。他不是演员，但是只要和何炅一起工作的人，都会被他温暖到。何炅是如何做到可以照顾到现场的每一个人呢？至今依旧是个谜，但可以肯定，所有人都爱何老师。目前为止，赵丽颖所取得的成绩还比不上这些为人称道的大师级艺人，但她正在一步一步向他们靠近。说实话，作为一名小小的萤火虫，我很期待赵丽颖能够多发一些个人动态，多曝光一些私人的生活，这是我个人的好奇心。可是颖宝最直接和大家沟通的方式就是作品，偶尔被曝光出来的新闻，基本都非常有爱。作为粉丝，还是挺自豪的。大家对于赵丽颖这次让人动容的演讲，有什么想说的吗？有匪导演讲戏，王一博赵丽颖默契对视，尴尬的笑，结果被坑。有匪的超前点播进度已经到了结局那段，经过网友们的热心剧透，粉丝们心中的那块巨石也总算落地了。因为周翡和谢允是 happy ending， 之前网传的谢梅梅一命呜呼的结局是假的。观众迎来的是一身红衣的周翡在林间和谢允甜蜜拥吻的场景。好在编剧够良心，就算前期的运费 CP 被虐得透透的，最后两人终是执子之手共白头的圆满结局。同时，有翡的剧方难得大方地把之前谢允和周翡的初吻花絮放了出来。意料之中的，不论是戏里的运费 CP， 还是剧外的赵丽颖王一博，在拍完吻戏后，两人都不约而同害羞地笑了起来，顿时让现场的气氛变得更为甜蜜。有谁敢说一句这对侠侣不甜呢？只是让粉丝失望的是，这段备受大家期待的吻戏花絮只有短短的几秒钟。更扎心的是，曾经那段让他们感觉非常无语的剧情花絮，竟然有近1分多钟的时间。至于是哪段很没意思的剧情，相信在座的各位都猜得出来吧，就是那场被安排在初吻后面的奔月戏。其实按照观众的想法，导演大可不必把这场突兀的剧情加在这么唯美的剧情后，本来看主角们沉浸在初吻后的羞涩中挺好的，没想到来了奔月这一招。只见周翡和谢允从屋檐起飞，越飞越高的他们逐渐消失在喧闹的亭台楼阁，两人的剪影挂在高高的夜空中，后面一轮圆月衬托着，却显得无比的搞笑。还有人调侃运费 CP 的这一幕撞了《神雕侠侣》中杨过和小龙女的奔月场景，只能疑惑导演为什么要执着这个，好好的拍轻功不好吗？学人家奔月干什么？我们的48寨小团宠和他的小郎君又不是嫦娥。而从现场的花絮中看，演员们对这场戏其实也不太感冒，甚至都出现了表情管理失败的有趣画面。当有翡的导演用港普热情地描绘着奔月戏时，一旁的王一博和赵丽颖边听边束手无措地笑着，可以说是很光明正大了。期间两人还默契地用眼神交流，相信是在询问对方有没有听懂导演的伟大宏图，因为清晰可见尴尬二字紧紧地环绕在两人的周围。但导演怎么说，演员不就得怎么做吗？王一博赵丽颖虽然束手无措得很，但也乖乖地穿上威亚准备奔月仪式。别说，他们的信念感还真强，在如此中二的设定下还能保持一脸平静的状态不笑场，估计是做足了心理建设来的，实在佩服。也有一种可能，他们只知道导演的想法有些奇特，但根本猜不出所谓的月光打在他们身上，其实是他们被打在月亮上。明明就是两回事，不是妥妥的被坑了吗？也正是因为这设定过于突兀，
令人无法理解，以至于看到奔月花絮，粉丝们的心情都是郁闷无比，一边感叹导演对自己审美的过度自信，一边又为演员的努力倍感心酸。问就是导演对月亮的执念太强。赵丽颖和王一博对彼此的表白太甜了。古装剧《有匪》成为2022年开年大戏，剧中赵丽颖和王一博饰演的周匪和谢允，让年轻的少男少女们都为之疯狂，因为两人在一起实在是太甜了。按理说87年出生的赵丽颖和97年出生的王一博年龄相差10岁，可能两人从即视感上会有一些差距，但是显然我们多虑了。虽然已年过30，但岁月似乎在颖宝脸上并没有留下什么痕迹，和高大帅气的王一博在一起竟毫无违和感。戏里是情侣的他们，戏外更像是一对绝佳的 CP。正如一位网友说的那样，这一对 CP 我死磕到底了。剧中最让我们为之动情的场景和画面，便是两人对彼此的相互表白。谢允说：“我不在乎什么门当户对，我只知道有你在的地方就是家。”周匪更是表示，一生只许一个人，只要这个人是谢允就足够了。多么甜蜜的表白啊！好腻人却又让人羡慕，但却没有丝毫的恨。可能这就是最脆脆的爱情吧。琼瑶在《梅花三弄》中对爱情有过这样的描述：问世间情为何物，直叫人生死相许。剧中周匪因家族责任，需要凭着一股狭路相逢勇者胜的精神磨练自己，而谢允则始终陪伴在他的身边，助他平叛擒贼救民，携手共进，平息了一场又一场的江湖动乱，让武林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。